魏无羡打了个寒战，摆手道：“10几年前我在你们姑苏求过学，当时应该还没有你。”他想起什么似的，你们兰家当时的药膳就要人命，我这辈子也不会再去吃你们家的药膳了。在姑苏求过学？蓝景疑惑道：“你是哪家的公子吗？我怎么从来没见过？”金陵心一紧，正欲解释，就听到魏无羡信口胡诌：“当然，只不过前辈我最讨厌那些繁文缛节，这宴会那庆典，常年在外游猎，做好事不留名。我出门的时候，你怕是还在吃奶呢。”他转转眼睛，笑眯眯地说：“说不定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蓝景仪出生的时候，魏无羡早就人人喊打，姑苏蓝氏更是不可能请他来自家做客。蓝景仪的父母也断不会让一个传闻会用婴儿血型写法的魔头去碰自己的孩子。蓝景仪不知道这些，被魏无羡几句话堵得面红耳赤。等到魏无羡所谓山珍海味端上桌后，果不其然是一片红红火火，罕见的几个白花花的菜摆在一角，不起眼极了。魏无羡看得一阵欢喜，带头拿起筷子先扫荡一阵，才对他们眨眨眼睛，怂恿他们下手试试。你们兰家对饭食都有讲究，什么不可饭过3碗啦，不可流食啦。今天在外面，在你前辈我面前，什么规矩也没有，不放纵一次试试。他一边说，一边笑着把一盘红火的菜向前推。蓝景仪提着筷子，犹豫片刻，颤颤巍巍地下手去夹菜。等到终于放入口中，不过数秒的时间，便一脸纠结的想吐，又碍于家教不能，想咽下去又实在缺乏勇气，最终只得在蓝思追的救助下，借着一口白米饭生吞下去。你是怎么吃下去的？蓝景仪捧着凉茶猛灌，这个也太辣了吧。魏无羡面不改色，摇头道：“这个哪里辣了？你是没试过我做的饭，那个才是辣到感天动地，一般人都吃不到。就是你请我吃，我也不想吃。”蓝景仪喷道。魏无羡在他头上弹了一下，笑道：“没大没小。”他说着端起酒杯，一口下去就见了碗底，想起蓝家似乎连酒也尽，从来也没人见过蓝家人醉酒是个什么模样。魏无羡就感觉心里一阵瘙痒，他挑眉，勾着唇角看向四周。蓝思追立刻反应过来什么，忙道：“前辈，酒是真的不能喝的。”魏无羡道：“哦，为什么？”蓝思追打了一个寒战，压低嗓门道：“您不会想看见的。魏前辈，我敢拿仙剑担保，您今天哄我们喝酒，日后一定会后悔的。”这句话一出，魏无羡更好奇了，但考虑到今天只有他一个大人，如果这群小伙子酒量真的菜到只有天上有地上无的地步，他一个人断是对付不了这么多喝醉酒的血气方刚的男孩子的。于是他抬手只给金陵斟了一杯，道：“好吧，那便改日再试。”他斜靠在美人榻上，从窗口往下看，街上人声嚷嚷，远处山峰连绵，这种景致他年轻的时候常常见得，10几年后再见，却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不对，魏无羡突然反应过来，是真的隔世了。腰间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魏无羡低头看了一眼，意识到是陈情的位置有些歪了。他索性把笛子抽出来，端在手指间把玩片刻。蓝景仪忆起这只笛子方才有多神奇，不禁道：“前辈，你这只笛子是仿的夷陵老祖的鬼笛陈情吗？”魏无羡一僵，旋即反应过来，道：“你为什么不猜？这就是鬼笛陈情呢？”蓝景仪不屑道：“谁不知道陈情在云梦江氏江宗主手里，宝贝的跟什么似的？他怎么可能把这种法器借给你？”魏无羡不禁失笑，随便是入了名剑谱的剑，一般修士都是熟知的，故而他在随便剑鞘上裹了一层黑布，但陈情却大摇大摆地显出来，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来自于此。学夷陵老祖吹笛御诗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这样通体乌黑缀着红碎的竹笛也早就多得数不胜数，根本无需再去遮掩了。他于是点头，故作正经道：“说的有理，不错，我这只正是仿制陈情，怎么样，看着也很不错吧？”看着是不错，不过比起真正的鬼笛来，他还是差远了。金陵没忍住，还是笑了出来。魏无羡见他终于不是一脸的苦大仇深，也暗自松了一口气。他摇着陈情问道：“
你们想不想听曲子？一位少年道：前辈你来吹。魏无羡点头道：正是。怎么样，这种机会不常有哦。那位少年道：这怎么行？怎么能让前辈给我们吹曲子？魏无羡摆摆手道：那么多规矩干什么？他说着，唇边已经靠近了吹孔。此曲悠扬，曲调柔和，与方才召唤厉鬼的曲子的尖利不同，是相当温柔的曲风。一群少年绷了几十个时辰的精神，此刻终于舒缓了些许。金陵靠着墙，抱着双臂闭眼听魏无羡吹曲。无可否认，魏无羡当得起世家公子榜第4的称誉，六艺俱全，才貌双得，此时吹起笛子也是无可指摘的动听。怎么会有这样的人？